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宁远之围。历史的转折往往隐藏在硝烟与炮火的轰鸣之中。当我们翻开明末清初那段血雨腥风的画卷，有一个地名、一个人以及一种武器永远无法被绕开。这个地名叫做宁远，这个人叫做袁崇焕，而这种武器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衣大炮。今天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公元1626年，也就是明朝天启6年，后金天命11年。我们要去探究一场不仅改变了明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更深刻摧毁了一代枭雄内心世界防线的战役——宁远之围。在这场战役中，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遭遇了他戎马生涯中最惨痛的失败，而将他从神坛上击落的，除了袁崇焕的坚城铁壁，就是那几尊来自大洋彼岸的红衣大炮。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冷兵器时代的雄心又是如何在热兵器的降维打击下灰飞烟灭的？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回到那个寒风凛冽的辽东战场。在正式讲述宁远保卫战之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当时令人窒息的时代背景。只有理解了当时的明朝有多么绝望，你才能体会到宁远大捷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自从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之后，大明王朝在辽东的防线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始了崩溃式的连环倒塌。沈阳失陷，辽阳失陷，广宁失陷，后金的八旗铁骑如同无人能挡的狂风暴雨，席卷了辽河流域。对于当时的明朝军民来说，女真人仿佛是不可战胜的天兵天将，甚至在明朝内部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恐金症，士兵听到八旗兵的马蹄声就会不战而逃。为了挽救危局，明朝先后派出了多位经略辽东的重臣，其中大学士孙承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苦心经营了4年，终于建立起了一条以宁远为前锋、锦州为重镇的关宁锦防线，将后金的兵锋暂时挡在了辽河以西。然而明朝朝廷内部的党争毁掉了这一切。阉党魏忠贤为了排挤东林党人，逼迫孙承宗辞职，换上了一个完全不懂军事、胆小如鼠的高帝来接任辽东经略。高帝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了一个极其荒唐且致命的命令：全面撤军。他认为关外根本守不住，下令将锦州、右屯等地的明军全部撤退到山海关内，甚至连刚刚囤积的几十万担粮草和防御物资都来不及运走，直接丢弃。这场大撤退演变成了一场极其惨烈的大溃败。史书记载，当时关外军民在冰天雪地中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孙承宗苦心经营4年的防线，在短短几天内土崩瓦解。但就在这全面崩溃的浪潮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死战不退。他就是当时的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面对高帝的撤退命令，袁崇焕的回答掷地有声：我的职务是宁前兵备，也就是负责防守宁远和前屯。就算要死，我也要死在宁远，绝不后退半步。高帝见他态度坚决，便不再管他，带着主力部队仓皇逃回了山海关。就这样，宁远这座孤城像一颗被遗弃的钉子，孤独地扎在了关外的冰天雪地中。城内只剩下不到2万名残兵败将和城内百姓，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努尔哈赤亲自率领的号称13万之众的后金八旗主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军事家看来，宁远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并不知道，这座看似摇摇欲坠的孤城里，除了有视死如归的守军，还隐藏着一种足以颠覆他们战争常识的终极杀器——红衣大炮。要想真正理解红衣大炮对努尔哈赤造成的心理震撼，我们必须要详细的了解一下这种武器的来历和威力。红衣大炮并非中国本土的发明，它的原型是欧洲在16世纪发明的前膛柱铁滑膛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管加农炮。在当时，明朝人将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称为红夷或者红毛鬼，因此从他们手中购买的这种火炮就被命名为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爆发的前几年，也就是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明朝朝廷中有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明士大夫，
比如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西方火器的先进性。在经历了萨尔浒等一系列惨败后，徐光启等人上书朝廷，强烈建议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购买这种先进的西洋大炮，并聘请葡萄牙炮手来京师训练明军。经过多方努力，明朝政府花费重金，几经辗转，终于购买了一批红夷大炮。在经过京师的试射证明其威力巨大后，其中的11门被紧急调往了辽东前线，最终安置在了宁远城的城墙上。为什么说红夷大炮是降维打击？因为在此之前，东亚战场上的火器，无论是明朝的佛郎机炮、虎墩炮还是将军炮，都存在着几个致命的弱点：射程近、管壁薄、容易炸膛、弹道弯曲、杀伤力有限。传统的明军火器往往是作为弓箭的补充，用于近距离的面杀伤或者发射散弹和爆炸物。但红夷大炮完全不同，这种炮的炮管极其修长，管壁很厚，呈前细后粗的形状，这使得它能够承受极高的膛压。它发射的不是散弹，而是重达10几斤甚至几十斤的实心纯铁弹丸。在大量黑火药的推进下，这种实心铁球以极高的初速度出膛，其有效射程可以达到惊人的2公里以上。更可怕的是它的动能，在有效射程内，实心铁弹不仅能够轻易击穿当时任何重型装甲，甚至在落地后还会因为惯性在人群中发生弹跳，也就是可怕的跳弹效应。一颗铁弹在密集的军阵中弹跳翻滚所过之处，无论是战马还是重甲步兵，都会被瞬间撕裂，可以说是擦着就死，碰着就亡。除了射程和威力，红夷大炮还配备了欧洲先进的瞄准具和象限仪，可以根据抛物线原理计算弹道。虽然在今天看来十分原始，但在17世纪初的亚洲，这已经是极其高精尖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了。袁崇焕虽然是文官出身，但他对军事技术有着极其敏锐的直觉。在得到这11门大炮后，他没有将它们随意摆放，而是听从了随军的西洋炮手和受过训练的明军将领的建议，结合宁远城呈正方形的特点，将火炮布置在城墙的4角炮台上。这种布置方式在西方被称为棱铺防御体系的雏形，它使得宁远城的任何一个方向受到攻击，都会遭到至少2面火炮的交叉火力射击，彻底消灭了防御死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元1626年正月，辽东的土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滴水成冰。68岁的努尔哈赤带着他一统辽东的勃勃野心，率领8旗大军倾巢而出。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处于他人生的巅峰，也是他心理上极度膨胀的时期。自从25岁起兵以来，他历经大小数实战，几乎从未尝过败绩。面对明朝的100万大军，他视若无物；面对明朝的诸多名将，他更是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在他眼里，高帝不战而逃已经证明了明朝的腐朽不堪。至于留在宁远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官袁崇焕，不过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呆子罢了。正月14日，后金大军渡过辽河。正月23日，8旗兵临宁远城下。努尔哈赤在距离宁远城5里的威元堡扎下大营，13万大军将宁远城围得水泄不通。营帐连绵不绝，战马嘶鸣，刀枪如林，那种泰山压顶般的压迫感，足以让任何守军胆寒。战前，努尔哈赤按照惯例派人向城内送去了一封劝降信。他在信中傲慢地写道：“我率领20万大军前来，宁远这座孤城绝对守不住，只要你袁崇焕投降，我立刻封你为高官厚禄。”袁崇焕的回答非常冷静，充满了外交辞令的嘲讽。他回信说：“你哪有20万大军？我知道你只有13万，但我宁远城池坚固，将士用命，我已经做好了与城池共存亡的准备。而且你千里迢迢而来，我不留你打一仗，怎么尽地主之谊呢？”这种强硬的姿态彻底激怒了努尔哈赤。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蝼蚁临死前的狂妄。正月24日清晨，后金军发动了全面攻城，宁远之战正式打响。后金军的攻城战术依然是他们屡试不爽的老套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攻坚武器叫做盾车。
这是一种底部装有木轮，前面覆盖着厚重木板，甚至还包着生牛皮和铁皮的重型推车。每次攻城，后金军就会推着这种坚固的盾车向前推进，以抵挡明军的弓箭和传统火铳。当盾车推进到城墙下时，躲在后面的八旗死兵就会跳出来，用大斧头和铁镐疯狂地挖掘城墙的砖石。因为当时的城墙大多是外包砖石，内填夯土，一旦外层的砖石被挖开，夯土就会垮塌，城墙就会出现缺口，八旗骑兵就可以顺势冲杀进去。过去辽东的诸多重镇就是这样被后金军攻破的。伴随着震天的战鼓声，后金的步兵推着数百辆盾车，如同一片黑色的钢铁丛林，向宁远城的西南角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猛攻。他们顶着城墙上射来的稀疏弓箭，迅速逼近了城墙。许多八旗将领甚至已经在心里开始盘算，攻入城内后该如何抢劫战利品了。然而，就在后金的盾车阵型进入到红衣大炮的最佳射程时，宁远城头上袁崇焕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刹那间，地动山摇，11门红衣大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喷吐出长长的橘红色火舌。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10几斤重的纯铁炮弹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地砸向了后金密集的冲锋阵型。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成为了所有八旗将士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过去，即使是明军最厉害的将军炮打在盾车的牛皮和厚木板上，最多也就是砸出一个坑，无法造成致命伤害。但是红衣大炮发射的高速实心铁弹在接触到盾车的那一瞬间，就像撕裂一层窗户纸一样，轻而易举地击穿了厚重的防护。巨大的动能不仅将盾车瞬间打成漫天飞舞的木屑，而且铁弹于是未减，继续在人群中穿梭。史书记载了当时那极其血腥和震撼的画面，每发炮弹落下，八旗军阵中便会离出一条长长的血肉胡同。凡是被铁弹碰到的士兵，无论是身披多厚的重甲，无不粉身碎骨，断肢残臂漫天飞舞。更可怕的是，铁弹在坚硬的冻土上落地后再次弹起，横扫一片。原本严密整齐的八旗军阵，在几轮炮火的轰击下，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这种超乎认知的恐怖杀伤力，让一向以彪悍著称的八旗兵彻底懵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勇，他们引以为傲的战术，在冷冰冰的物理法则和热兵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人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够阻挡几千焦耳动能的实心铁球？但后金军毕竟是当时东亚最精锐的军事机器，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后金将领们挥舞着刀剑，驱使着士兵继续冒死冲锋。凭借着巨大的人数优势，一部分后金军拼死冲到了城墙下，躲进了火炮的射击死角，开始疯狂地用铁镐挖掘城墙。但这正是袁崇焕防守体系的第二层。对于城墙下的死角，明军早有准备。他们不是用刀枪去拼杀，而是将成桶的猛火油掺杂了毒药和铁蒺藜的火药罐，以及一种被称为万人敌的大型燃烧弹，像下雨一样倾泻到城下。刹那间，宁远城下化作了一片火海。那些正在挖墙的后金士兵被烧得焦头烂额，惨叫连连。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正月24日的夜晚降临，但宁远城下的大火将夜空照得犹如白昼。后金军虽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但在努尔哈赤的死命令下，依然如同潮水般一波波涌向城墙。在这个不眠之夜里，红衣大炮的炮管因为连续射击已经变得通红，甚至有炸膛的危险。炮手们只能用混着冰雪的冷水浇在炮管上进行冷却，白色的水蒸气和黑色的硝烟混合在一起，笼罩着整座宁远城。袁崇焕亲自披挂上阵巡视城墙，他甚至在关键时刻亲自帮炮手清理炮膛。主帅的镇定自若，极大地鼓舞了守军的士气。正月25日，努尔哈赤见西南皎久攻不下，下令将攻击重点转移到宁远城的南面。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从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座小小的孤城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防御力量。他甚至亲自来到了距离城墙不远的地方，督促八旗子弟拼死攻城。正是他的这个举动，
导致了历史性的一幕发生。在激烈的交战中，宁远城头上的一门红衣大炮捕捉到了后金军阵中一处显眼的黄伞大盖，那正是努尔哈赤的指挥中心。明军炮手迅速调整角度，点燃了火绳，轰的一声巨响，一颗实心铁弹呼啸着飞向了后金大帐的方向。关于这一炮的具体结果，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明朝和朝鲜的史料中普遍记载，这颗炮弹击中了努尔哈赤的营帐，甚至有记载称炮弹直接击碎了努尔哈赤的战马，或者飞溅的碎片重创了努尔哈赤本人。而在清朝的官方正史中，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则，对努尔哈赤是否受伤只字未提，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因为攻城不克，八旗将士死伤惨重，最终不得不撤军。但无论努尔哈赤肉体上是否受了重伤，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精神防线在这一炮以及这2天2夜的惨烈攻城战中被彻底摧毁了。面对着满地八旗子弟残缺不全的尸体，面对着城头上依然在不断喷吐死亡火焰的西洋大炮，努尔哈赤终于意识到时代变了。他引以为傲的骑射无双，他所依赖的冷兵器战术，在红衣大炮这种跨时代的战争机器面前，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统治力。正月26日，心灰意冷的努尔哈赤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后金大军带着无尽的憋屈和恐惧解围而去，退回了沈阳。在退军的路上，这位戎马一生、战无不胜的老人发出了无比凄凉的仰天长叹。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愤怒而又绝望地说：“我自25岁起兵以来，征伐四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今天偏偏拿不下这一座小小的宁远城？”这就是红衣大炮改变努尔哈赤心理防线的核心所在。在宁远之战以前，努尔哈赤的心理防线是由一种天命所归的绝对自信构筑的。他坚信满洲八旗的勇武是天下无敌的，他坚信天神站在他这一边，明朝的军队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这种心理优势使得后金军队在战场上总是能够爆发出超越常人的战斗力。但是红衣大炮的出现，用一种极度残酷的物理方式打破了这种天命论。当努尔哈赤看到自己最精锐的勇士，甚至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就被远在几里之外的铁球砸成肉泥时，当他看到坚固的盾车被像纸片一样撕碎时，他的世界观崩塌了。他发现战争的胜负不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勇武、统帅的战术或者士兵的意志，而是开始取决于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工业技术。这种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对自身能力产生自我怀疑的深深挫败感，对于一个一生骄傲的老将来说是极其致命的。宁远之围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顿挫，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毁灭性打击。他打破了后金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直接击垮了努尔哈赤的身体。从宁远撤退后，努尔哈赤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痛苦之中。他身上的旧伤，加上这次战役极度郁闷的心情，导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仅仅几个月后的公元1626年8月，这位叱咤风云的后金开国之君，就在毒疮发作和极度的精神折磨中，病死在了距离沈阳不远的乙基堡，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而这场战役的胜利者袁崇焕，凭借着宁远大捷一战封神，成为了明朝末年最耀眼的将星。宁远保卫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住了一座城池，更重要的是，他为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向全天下证明了，只要有坚固的城池，只要有先进的火器，只要有不怕死的统帅，后金八旗的铁蹄是可以被阻挡的。在此战之后，明朝朝野上下对红衣大炮的威力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明朝开始大规模的仿制和引进西洋火炮，并在辽东前线全面推广。袁崇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平坚城用大炮的战略方针，构筑了更加坚固的宁锦防线。在随后的1年里，他又在宁锦之战中用同样的战术再次击败了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可以说，红衣大炮的引进为明朝在辽东的续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了令人唏嘘的无奈。红衣大炮虽然厉害，袁崇焕虽然英勇，
但他们终究无法拯救一个从内部开始腐烂的庞大帝国。武器的代差可以弥补一时的兵力劣势，但无法弥补政治的腐败和君臣之间的猜忌。就在宁远大捷仅4年之后，公元1630年，曾经拯救了大明辽东防线的袁崇焕，被他誓死保卫的崇祯皇帝以谋叛欺君的罪名，凌迟处死于北京菜市口。而那些曾经让后金军队胆寒的红夷大炮，在随后的明清战争中，也逐渐被清军通过俘虏明朝工匠和将领而掌握。皇太极组建了属于大清的重军，也就是火器营，用同样威力巨大的红夷大炮轰开了明朝松山、锦州的大门，最终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宁远之战，回顾红夷大炮在辽东大地上发出的那声惊天动地的怒吼时，我们感叹的不仅是武器技术的更迭，更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无情。努尔哈赤在炮火前的震惊与悲愤，仿佛宣告着一个旧的冷兵器时代的终结，而袁崇焕最后的悲剧命运，则昭示着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拯救一个失去了内部凝聚力的王朝。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复杂与残酷。红夷大炮改变了努尔哈赤的心理防线，改变了宁远的命运，但最终没能改变明朝覆灭的结局。好了，今天关于宁远之战和红夷大炮的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